下午好，非常高兴你们到我们这次 M+ 思考广东艺术与多元现代性的研讨会。下午我们有2届，第一届了是那个现代现实与写实，还有第3者。是图像介入社会的2个环节。那我们第2个环节，我非常高兴邀请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同事朱王章博士去介绍我们第1个环节。谢谢朱老师。谢谢彭女士的介绍，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来这里主持今天下午的第1场研讨会。咱们第1场研讨会的一个主题是现实与写实。相信大家今天上午已经聆听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讲，是关于就是20世纪广东艺术的一个地域性的，包括它的一些传播，还有它的广东性。而今天下午我们的第1场的话，更多的是侧重一些个案的研究。个案的研究涉及到一些现实主义的，包括是一些写实的。首先呢，当我们有请广州美术学院的荣休教授，当然也是岭南画派的著名的一个研究学者李伟民老师。李伟民老师呢，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题目是何以为真？再读真相画报。那我们现在有请李老师。好。他就是那个 PPT 的自己放嘛，不用我搞，就是要我要翻页，就是就是可以吗？哦，然后每个要翻，用手也可以用这个，这个对，好，OK，大家好，下午好。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很老的话题，凡是那个关注那个20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包括艺术的变化的那个学者，还有一些普通的读者，都会知道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文献，就是真相画报。它是1912年那个创刊于上海。其中的主干人员都是广东的，其中有广东的画家，像高氏兄弟，还有一些广东的那个政治家，就我因为这个，在很多学者呢，在谈论这段民国初期的那个历史的时候，很多都会使用这一份文献，有些就专门谈政治的，有谈艺术的。我记得那个前几年，那个复旦大学那个顾铮老师，他的一个学生也是专门以真相画报为主题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我呢就是没有。虽然很早就接触了真相画报，但没有专门就真相画报去撰写什么文章。但是在谈论那个时期的绘画史的时候呢，会经常使用到这一份文献，所以说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也就意味着现在重读再谈这东西呢，可能很难谈出一些什么。有趣味，有能够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些东西来。那因为这种活动，因为到香港嘛，那个有10年没到香港了，有很多老朋友在这里，我也很想过来跟大家见面，那就借这个东西旧话重提吧，旧话重提。有一点我可以也告诉大家说，就是据我了解，那个真相画报呢。
在国内的各个图书馆，它的存量非常少，因为究竟有110多年了嘛。在广东，在这之前我知道的广东省图啊，包括其他广州市图啊，有包括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呢，我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一套真正完整的真相画报。它那省图，它有的后来就是，把那个有些欠缺的东西通过广记那个复印以后，然后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那个这个画报的样子，但是有不少是没有文，但是有没图，或者有底就没有封面啊，所以最近呢，因为我有某种机缘啊，我接受了一套真正完整的真相画报，这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相画报它全部17期的封面，大家看看，可能有些怎么操作。这个是现在大家看到这第2、第3期，它的创刊号第1期呢是1912年的标注是6月5日，那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画报来看呢，就是它上边呢，先看一下，这个没办法看那个，它第2、第3，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也可以看到了，它封面上有题作，就是绝大部分出自于高启峰的手笔，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用水彩的画的，因为我们知道高启峰是一个中国画家，但是他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也接受到一些西方的绘画的影响，还去过日本留学，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封面可以看出来，他还是非常熟练的掌握了那个西洋绘画的一些技法啊，主要这个是水彩，OK。这可以就可以过去了。这个摁一下，这个是第4、第5，好像都是这个，好像都是高启峰的，都是，他很有意思啊，他这边画个老虎，这边画个那个公鸡，他的名那个前面这么叫高画室吧，那个应该是高画室，可惜没有一个笔可以点一下。高画室这边就是戚风，因为当时那个画报它出版的时候，它的版权也说明就是编者跟发行人是高启峰。高启峰当时在1920年就23岁左右吧，他1889嘛，那个1912年那才23岁。我当时我的估计啊，当然是推测，就当时在这个真相画报里面出现的很多是在民国时期在政治跟文化艺文领域都很有影响的一些大人物。但为什么偏偏找那个高启峰来挂这个编辑出发行呢？我觉得主要可能那帮主要就是主事者是考虑到在明初这个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这种局面中，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启峰来当这个，可能应该是从策略上一个考虑。他也没写高建华，没写其他人啊，是吧？但就高启峰他当时应该没什么名气的，在不管是哪个领域，政治还是艺术的，没什么名气。我们当然这个图像不用解释啊，那个一个狮子或者一个公鸡一唱，那个天下白狮子就我觉得某种象征意义吧，中国岁时今一醒，它都有这种意思在里边。这几个非常有意思啊，它这边是一个第6、第7、第8期，那个他们都有意思在里面。那个特别是这个第8期，我跟我的学生在那天在看的时候，就是说当然他们都是用的是水彩画、西画，但这个它这边有点像现在那个漫画里面的、动漫里面的勇士渡恶龙啊，
这个封面啊，当然意味着那个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对视啊、斗争嘛。这个恶龙感觉又有点像，又不是它长了一个蝙蝠的那个翅膀，那个上面有一个狗头，那个我看是不是受日本的影响啊？是日本那个神话传说里面的天狗啊，但是好像又不对。但这个持剑者呢，他的装束包括在脚上的斑腿，应该是有一点古希腊味的勇士那个装扮吧。那个它应该的主题就是说邪恶与那个正义之间的争斗。这个是第9跟第10期的，那个都是高启峰，这个有些高启峰，有些是这个上面的，就是第10期是就在画老鹰，应该是岭南派的画家早期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了一个，就画猛禽啊，是他们经常选择了一个题材。那个第10期的封面就是上面有是李怀霜那个李怀霜装束，那李怀霜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他的广东信宜人，是明初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记者同盟会的会员，在政治上，这个在艺文领域也很有名，曾经主办过那天都报啊，那个跟那个明初那个民权那个民权报啊，那民报啊，这些都有关系，他都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我记得这第11、12期了。我们一路看起来，我看就这个第11期这个题名就民国元年那个满生，这个就是这个印就是留着当心照汗青。那个从那个书法上看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高江户的手笔啊，那个字是高江户的，跟启宏是不一样。这就第3、第10期好像也是那个第13期的封面应该也是高江户画的，我们就匆匆把它过了吧。这就最后这3期是15、16、17，第15期呢这个是累功嘛，那个印累功应该是郑履全。朱望章老师应该最熟的了，他是就广东的画家，是晚清《时事画报》时期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画家，经常画一些社会时事画报啊、时事那个新闻画各种各样的画，这个一个非常多产的一个画家，就叫郑履全，他有个号叫累功，那印上是累功，他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型的吧，所以他说他的画呢，既是一个古装的人物，同时也用传统的线条笔法来表现。第15、16期就是陈树人的画了，但明显这陈树人这个画的老鹰，这个应该从日本画里面得到启发的。最后一期这个，我现在那个字都看不出来，也是一张水彩画，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就是，他那《真钱画报》它的那个版权页的，比如说创刊是1912年的6月5日。那个中刊啊，就停刊就是他们的时间，其实他们的封面标注那个时间跟那个实际它的发行应该是不一致的，因为你比如16期它有1913年3月1日停刊嘛，但是它内容那个内页的报道的东西经常是往后推，也就是说，他按照他们规定，他本来是巡刊一个月分3上，他经常是其实并不准期，并不准时出版。然后那个最后一期也明显的拖了，因为我们从16期可以看到那个里边有登那个宋教仁那个被刺案，还有那个宋教仁那个纪念会啊，那个纪念
那个追悼会，它其实是4月份的事，那个可是它上面写的是那个上海医药停刊，这种现象啊，在民国时期的很多报刊杂志上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也就是《证券画报》时期，大概1916年啊，就是迟一点啊，在上海就是也是省美术馆出版的那个《新画选》，就是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3个人的作品，出了一个集子叫《新画选》，它上面收的就是版权页标注的是1916年，可是它里面的作品有着18、19的、17的都有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微观历史学的研究的时候啊，那就这些细节就还是要注意吧。那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想介绍一个就是这几期的，一共10期的《证券画报》它的那个封面，就封面来讲，我想今天就是不谈它的政治方面的东西，因为它的应该说从本质属性来说，这个《证券画报》应该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报刊，而且它的主办的人都是广东京政府这帮人，但是里边正像当年那个晚清的很多报刊杂志，你比如那个梁启超主办的那个主编的新民冲报啊，那个后来的民报啊、民乡报啊，这些政治性的报刊啊，他们那个时候都会在副刊上登了兼收一些译文方面的东西，就是译文方面的有诗文啊，还有书画什么的有，他可能从这方面呢要考虑到发行，还有一个面对一帮普通读者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那个《证券画报》也一样，它除了政治方面的内容，它也有美术方面的东西。那个我想谈2个问题，一个就是它的证券画报它的国际视野吧，所谓国际视野就是最突出的表象就是说，《证券画报》创刊的第1期，就发表了那个陈树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的一个从日文的一本日文的那个教科书翻译过来的，叫《新画法》。新画法一直在《证券画报》连载了10到16期为止。他介绍了这个新画法呢，就是日本人编的这个书，主要目的是为一般的美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份那个入门书吧。但内容主要就介绍西方绘画的画法、西画的画法，同时在他的附录里面收进了好几个当时日本的几个学者。谈那个日本画的变革的问题，就是说，意思说日本画不能一直按传统那走下去，还是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经验来，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画才能够真正获得那个发展。那这种观念呢，显然对于那个陈树人是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才把这个翻译过来。有趣的是，这个书呢，在1913年就刊完了，但是在那个1914年，包括1914年那个省美术馆就把这个它连载这个内容把它集中起来出了一个当新闻，1916年还再版，说明这个书呢还是有那个读者还是不少。到那个18年的时候，在时报那个另外一个报道《时报》的副刊上面，这个一栏里面又出现有一篇叫做新画讯，它没有署名，因为在新画讯发表新画讯的这个时报那个副刊因为经常发表那个黄宾虹的文章发表文章有署名，但这边没署名。他们那个后来一些学者就把这个新画讯把它看作是那个黄宾虹的著作，而且给予特别高的评价，收进了陈树人的收进了那个黄宾虹的文集。
那后来我据我的考察，就是说，他这个新化性肯定是不是黄明勇写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还没有定论。但是他的确他的内容的整个知识结构跟那个陈树人翻译的那个新化法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也严格来说，它就是新化法的一个改写本，把一些那个陈树人的译本里面比较口语化的那个的文章，还把它改得更文雅一点。还有一些概念，比如说在日文原著里面，日文原著叫《绘画读习书》，日文原著里面的他的提的日本化这个概念，在陈树人的译本那标的叫东洋化，但到了那个新化法那里呢，它就叫做那个中国古画或者中国之画，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叫国画。当然这个概念的变化，它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比较详细的讨论，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在新化法里面，他特别提出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中国画要发展，一定要接受一些，意外就是西方的一些观念啊，西方一些观念的作为丰富我们对中国画的变革问题的思考。那个。他这边特别提到嘛，那个陈树人的那个翻译，的后面也特别提到，就引用了西方人所说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参一国文化，先参其美术，就是说你要看看那个国家的文化怎么样，还是要看看它的美术，也就是把美术当做一个国家文明的一个两面一样，啊，这个是陈树人一个观点，所以。因为有这种开阔的那个眼光啊，开放性的眼光，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张孝华派，同时也从第10期到11期开始呢，就引进了介绍了那个西方的好的画，就是叫各国比较画，这应该说他通过这里呢，向国人读者打开了一个。开眼看世界，在美术领域开眼看世界一个窗口。接下来我想，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它的就科学以致用的功能。它所谓科学，它就是在真相画报里上面由高建户主持先后推出了3期的那个题画师图说，它就比如说一个是关于画菊花了，一个画梅了，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知了那个蚕啊，它的生产过程，他就强调就是说，比如传统画菊花就是那么几样画，高建户强调意思要深入的去观察那个对象它的自然生态，它的变化，把这种观察结果呢，就是融化到那个绘画的笔触里边去，所以他这应该是一种科学的眼光，在传统的画家那里，他是不强调这个，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一种感性的那个体验，他这里就是强调要科学的观察，这种价值观应该他主要从2级那里接受影响，后来呢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比如他在那个图画师那个图说里面有大量的使用了我们传统的博物学那个资料，比如广青黄谱啊，那个青黄谱啊，以及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植物大全，还有加上他自己的实地的在野外的观察那个经验，同时呢对指出传统画家这样画是不对的，是吧？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科学眼光嘛。后来他把这个眼光就转到加入了他那个陶瓷，他很早就从事那个陶瓷方面的变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讲的有点乱了。
比如说这个是香港艺术广场的嘛，它的陶瓷就是那个陶瓷图案，还有一个在写生的图案，把这些观察的结果呢放到它的陶瓷变革里面去，然后这些图案也是有些是他画的，有些是可能从日本那里收集回来的。就讲这些了啊！我有一个是不是要念一下简单的结论？不用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上面很乱的讲啊，就是说那个《真心话报》它的出版广告就是什么一餐一锅之风啊，先餐其国之美术，这是高启峰在那个新华法的那个单行本的序中的转述的西藏的话，但是其实这个主要出处还是来自于那个陈树人翻译的新华法里面那个就是说把那个美术视为国家文明的两面与正统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是有差别的。另外一个呢，强调形而上的教化功能。那个陈树人在他的新华法的跋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国人现在有些人就也重视那美术的那个实用价值但是就是对他的形而上的审美功有点淡化。他在这里也同时强调形而上的教化功能，同时强调形而下的自用属性。这两点，我觉得前者是传统价值观的那个扬升我们以前都强调传统绘画的强调那个道德教化功能，那自用属性方面应该是承接了晚清新学的实地主义，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折中古今东西的艺术变革方案，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岭南派的艺术革命理论与实践。我觉得这应该说那个。真心话是后来成为我们习惯称之为岭南派的这个艺术流派它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方面的一个铺垫。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好，谢谢李伟民老师。虽然李老师一开始说非常谦虚的说他是旧话重提，实际上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材料，还有新的一个学术视野。我们紧接着请下一位主讲者。下一位主讲者的名字叫陈志云，他是来自于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他是陈列研究部主任，然后副研究馆员。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司徒桥对现实主义的三重就是理解。有请陈老师。感谢主办方的邀請還有策展人希望我用粵語說，我覺得也是很榮幸因為雖然做過好多次研討，但係都冇乜機會用母語嚟講，咁今次個機會好似都幾值得紀念。今日我帶嚟呢個係呢個題目都係策展人希望我講嘅，因為佢希望令到香港嘅觀眾了解一下現實同埋寫實之間嘅一個差別同埋一個關聯。因為其實呢個概念特別係現實主義呢個概念咧，咁其實喺無論係以前抑或而家都係一個好複雜嘅概念，同埋好少人真正會去搞得清。因為無論佢個內涵，因為係外延咧，都係混雜不清嘅。咁特別係咧即係話西方嘅繪畫一進入到我哋中國之後咧，咁對於一般嘅中國人嚟講咧，其實佢係冇咁搞得清背後嗰一套複雜嘅佢哋西方嗰一套美術嘅發展歷史。咁喺佢哋眼裏邊嘅西洋畫就係同我哋自己中國畫作為一個傳統中國畫作為一個參照嚟理解。咁佢哋對佢哋最感興趣嘅就係無非就係佢哋嘅寫實嘅技巧，因為呢一種係表現呢種三維空間有光影有明暗，咁呢種好似模擬自己眼睛睇到嘅呢種真實嘅呢一種技巧係佢哋覺得最
最特別嘅。同我哋嘅文化差異性亦都係最大嘅。咁特別係咧，有一部分嘅革命家啦，或者藝術家咧，就將呢種西方嘅寫實技巧作為一種係科學進步嘅一種美術形態嚟倡導。咁係特別係希望能夠改造我哋自己嘅傳統藝術。咁呢個代表人物有好似類似徐悲鴻先生咁。咁但係咧，同藝術呢方面嘅理解唔同嘅係另外一班嘅，特別係搞文學嘅呢一班嘅新文化運動嘅呢一班幹將們咧，其實佢哋對於19世紀喺歐洲流行嘅呢一個批判現實主義嘅運動呢種思潮，其實傳過嚟嘅無論係文化，因為藝術或者係哲學觀念咧，佢哋係比較清晰咁樣去理解嘅。咁所以咧，佢哋係向亦都係向呢啲咁樣嘅西方嘅文學作品啦，或者係藝術作品學習，咁嚟係用呢一套嘅藝術觀念咧嚟創作反映我哋當時中國現實嘅呢一啲作品。咁其中我哋最出名嘅就係好似魯迅先生啦、老舍先生啦呢啲。咁如果係美術家，我要揾一個比較典型嘅代表，我就揀咗3位司徒橋先生、黃少強同埋蔣兆和，係佢哋呢3位咧係比較係實踐得比較好嘅。咁我亦都做一個圖例，係會簡單咁俾觀眾了解一下。咁其實喺中國人眼裏邊，其實批判現實主義嘅呢一種藝術咧，其實佢係涵蓋喺整個佢哋所認為嘅呢個寫實技巧嘅呢一套西洋畫裏邊。咁其實佢哋都係分唔清啊。咁然後咧，亦都有另外一種文學作品，我哋稱之為普羅文學。咁普羅文學或者普羅文學嘅相關嘅繪畫咧，同批判現實主義嘅文學同埋繪畫咧，其實有一個交集，但係亦唔能夠咁簡單咁等同起嚟。因為普羅咧就呢個思潮其實係站喺一個無產階級嘅立場去創作嘅。咁但係咧，批判現實主義就唔一定。咁如果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好似魯迅先生咁，佢寫嘅阿 Q 咧，佢並唔係話無原則咁去讚美佢，佢係要指出阿 Q 身上好多好多問題。咁好顯然呢一個就唔係話一個係有站喺某一個階級立場去講嘅。咁所以咧，呢兩個類型嘅作品咧，佢哋會有交集，但係並唔係完全等同嚟一回事。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如果觀念唔清嘅時候，佢哋會將普羅文學嘅藝術同埋即係話文學作品咧，就理解成係現實主義。好多時候會係咁樣。咁其實如果係簡單嚟講，我哋即係講一講呢個現實主義佢個創作原則咧係點樣樣咧？就係首先係要求藝術家咧就要對佢嘅生活佢周圍嘅現實咧係有一個好深刻嘅考察啦，同埋感受，並且對社會中嘅形形色色嘅人物咧，佢有一個好敏鋭嘅洞察，咁然後能夠把握到佢呢啲行為背後嘅一啲社會根源。咁而且咧基本上係以寫實呢一種技法作為一個主要手段，去塑造一個叫做典型環境中嘅典型人物。咁直觀咁向呢個觀眾咧係表達佢嘅一個創作嘅主旨嘅。然後咧，亦都希望由此咧去揭示一啲社會嘅現象，並且又帶有指向性嘅批判，咁而促進整個社會嘅改良。咁呢個係呢一套藝術理論嘅一個原則啦。咁我哋如果係談到呢個現實主義繪畫咧，咁我覺得呢位司徒橋呢位畫家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人物。咁佢基本上佢一生咧都係將呢一個風格係貫穿嘅，而且係從來冇中斷同埋放棄。咁如果我哋喺度探討中國嘅現實主義繪畫咧，咁佢係一位唔可以繞過嘅一個人物，而且佢留低咗俾我哋好多好豐富嘅作品，係可以係討論呢一種風格。而咁下嚟我哋就會談一談。咁簡單介紹一下呢位藝術家嘅一個生平。咁佢係廣東開平人。細個嘅時候咧，佢就去咗廣州呢個嶺南小學讀書。咁嶺南小學係一間教會學校，所以其實佢由細到大咧就接受咗一套好完整嘅西方教會學校嘅教育。咁佢個教育係比較西化嘅。佢好熟練咁可以掌握英文寫作啊，佢都係好完全冇問題。咁咧就大學咧就進入到嶺南大學嘅文學院，讀咗2年之後咧就轉去燕京大學嘅神學院。然後就去咗法國留學，跟住
跟住咧就再去美國，然後咧又曾經同佢嘅太太一齊去過南洋，跟住咧又翻國內去新疆進行過一次考察。咁佢亦都去戰後之後去災區咧進行呢個考察寫生。咁喺50年代之後咧，又從美國翻嚟中國，跟住就去世。咁佢嘅呢個壽命唔係太長啊，總共係56歲就結束啦。咁咧，佢係點解佢會係咁多藝術家裏邊比較特別嘅咧？因為佢係一個比較自發咁樣，係一個以獨立知識分子嗰種身份去介入到一個繪畫創作。咁佢早期咧係受到呢個魯迅先生嘅影響，佢就睇魯迅先生嘅文學作品啦，然後咧就佢覺得魯迅先生呢一套文藝嘅觀念對佢影響好深。咁佢亦都睇到生活中好多好似魯迅先生文學作品裏邊嗰啲人生活喺佢嘅周圍，咁佢覺得佢亦都愛上咗呢啲好可愛嘅老百姓，然後痛恨壓喺佢哋身上嘅呢啲吃人嘅制度，咁於是佢就開始畫佢哋嘅痛苦與憤怒，呢係佢自己嘅論述。咁其實佢就係特別喺讀燕京大學嘅時候，周作人係佢嘅老師，咁佢亦都進入到整一個新文化運動呢個文藝嘅圈子裏邊。佢哋包括魯迅啦、周作人啦，同埋佢哋其他魯迅所指導嘅呢一啲新青年，佢哋嗰啲文藝作品，呢啲文藝團體，佢都係有積極咁嘅參與。雖然佢唔係從事呢一個文學創作，但係咧佢就會經常為呢啲出版物啦畫封面啦、插圖啦。咁通過呢一種方式咧，佢亦都了解咗好多呢啲文藝嘅思想，特別係佢哋翻譯過嚟嘅蘇俄或者係法國呢啲文藝小説咧，佢都全部去了解。咁所以佢係一個比較清晰咁知道批判現實主義係點樣一回事嘅一個藝術家，咁而且亦都非常之自覺咧，就按呢一套文藝理論咧嚟進行創作嘅。咁呢個係佢好年輕嘅時候就畫嘅兩件作品。呢兩件作品咧就佢已經唔存在啦，佢只係保留咗一啲黑白嘅印刷品。曾經佢亦都攜帶過呢啲作品咧，喺1928年嘅時候嚟過香港展出嘅。咁呢個就係反映佢早期就嗰個受到魯迅先生嘅影響，咁佢係好虔誠咁去畫呢啲受苦嘅老百姓。周作人先生曾經寫佢話佢呢啲畫裏邊嘅呢啲老人家嘅皺紋，就好似凝聚咗5000年嘅中國文化歷史喺呢啲皺紋裏面，係盛讚佢嘅呢位學生，因為佢覺得佢真係將自己嘅諗法咧。特別係其實佢喺讀神學嘅時候咧，係曾經有諗過自己會未來成為一位牧師嘅。咁後尾佢係放棄咗從事牧師呢份工作咧，而去從事藝術，因為佢覺得用藝術嘅方式嚟去傳道，即係有少少係類似於好似牧師去傳道一樣。只不過咧佢認為好似魯迅先生佢哋係用文學，咁佢亦都可以用美術呢個工具嚟作為一個社會批判者呢個角色。咁同點解要選擇用寫實技巧咧？佢嘅諗法就係因為寫實嘅技巧令到老百姓係更容易能夠明白，所以咧係一種最直觀嘅一種手段。咁有呢種觀念類似於好似白話運動咁，即係啟蒙，如何去啟蒙下面嘅民眾係佢哋要關心嘅一個手段嘅一個問題，所以佢會係選擇呢一個寫實嘅手法。咁亦都係其實亦都係最重要講佢呢個手法裏邊就係一個再現呢個典型環境中嘅典型人物。呢個嚟自於恩格斯嘅一個好出名嘅一個論斷。咁我哋可以睇睇因為佢同徐悲鴻先生咧有一件同名作品，好有意思嘅一個對比，因為咧畫中人咧，大家個 model 係一樣嘅，都係呢位黃瑩女士。咁我選擇咗兩件作品咧，係做一個對比，大家就會好容易去明白咩嘢叫做典型環境中嘅典型人物。咁咧就喺抗戰期間咧，黃瑩同女士佢哋所在嘅新中國劇團咧，係去到新加坡咧，就係進行呢一個抗戰嘅義演同埋募捐。
咁當時咧，徐悲鴻先生亦都喺新加坡，司徒橋先生亦都喺新加坡。咁呢一次機緣咧，咁就令到兩位著名嘅藝術家咧，都為呢一個黃瑩女士咧，就畫咗一張畫嘅，各自係。咁第一張咧，我哋睇到嘅就係徐悲鴻先生係幫黃瑩女士畫嘅一張劇照，我哋稱之為劇照啊。咁放下你的鞭子呢個故事其實亦都唔複雜，佢係當時佢哋演出一出好出名嘅抗戰劇，就係講述咧就係失咗家園嘅東北嘅呢啲戰爭難民，佢哋流離失所，然後只能夠喺街頭賣藝。咁咧就賣藝嘅過程之中咧，咁個女仔咧呢個香姐咧個角色叫香姐就有失誤咧，然後佢嘅父親咧就鞭打佢。咁呢個故事咧就引起咗現場嘅好多觀眾嘅激憤啊！咁係一個簡單嘅故事。咁呢個我哋可以睇到徐悲鴻先生去畫。佢完全係按照嚟呢個黃瑩女士咧，就着咗當時嘅一個服裝，佢扮演者呢個香姐嘅服裝咧，係作為一個 model 咁樣係俾佢畫。咁徐悲鴻先生嘅諗法咧，就係佢亦都好敬佩黃瑩女士呢個愛國嘅行為，所以佢就為佢畫一個像，咁就表達咗佢自己對呢位女士嘅尊敬啊。咁但係咧同樣咁司徒權先生亦都畫咗呢一張畫，但係咧佢就唔係將黃瑩當成係一座劇照呢種角色嚟畫，因為唔係當係一種肖像畫嚟畫，而係完全係去截取咗呢一個劇裏邊一個佢認為最震撼嘅一個畫面，就係父親鞭打完自己嘅女之後，覺得非常之懊惱，咁而佢個女兒咧亦都露出咗一種憤恨，呢種憤恨就蘊含住所有我哋受到呢個戰爭侵略嘅呢個普通老百姓嗰種含忍嘅憤怒喺佢嘅作品裏邊。咁點解兩位藝術家咧就產生咗一個咁大嘅畫面上面一個反差咧？咁好典型咧就係我哋睇到咧司徒橋喺創作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冇學似徐悲鴻先生咁完全如實咁樣去畫呢位黃瑩女士，佢係將黃瑩女士只係僅作為一個 model， 而佢仲對佢嘅形象進行咗改造。佢認為佢着得太光鮮嘅服裝啦，甚至乎係穿金戴銀嘅呢一種，都唔係佢希望表達嘅啦。我哋可以其實對比一下，其實徐悲鴻先生畫嘅黃瑩咧，佢個衫係新簇簇嘅，然後佢係會戴住啲首飾啊、耳環啊咁整個面容咧，其實係同一個難民嘅形象係不相符嘅。咁但係我哋如果回過頭嚟睇司徒橋先生嘅呢一個形象，大家就會非常之明白其實藝術家就係把握咗所有難民嘅一個總體形象之後，去綜合喺呢一個角色裏邊，咁令到你一睇就會明白到佢哋所面臨嘅處境。咁好可以講係司徒橋先生嘅呢一個創作咧，係對整個角色外形作咗一個典型化嘅處理，咁亦都能夠令到更符合作為一個底層戰爭難民呢種真實嘅形象。可以講佢所創造出嚟嘅呢個形象係比演員更加之符合呢個當時嘅一種真實嘅情況，更有說服力，亦都更有藝術嘅感染力。咁而且咧，司徒橋先生係非常之嚴謹嘅整個創作，佢係睇咗呢出戲10幾次，然後每一次都用咗好多畫稿去記錄，佢不停喺度選擇究竟係邊一個角度、邊一個場景係更加適合去表現到呢一個抗戰呢個激發起民眾嘅抗戰即係個鬥志嘅呢一個畫面。咁佢係作咗一個好精心嘅一種研究啊！呢個只係佢手稿嘅其中一部分。咁然後咧，佢嘅太太亦都係佢嘅藝術之音咧，馮婉薇女士咧，亦都寫咗一個記錄佢當時創作嘅一個過程。咁其實佢畫下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覺得司徒橋咧其實並唔係喺度畫黃瑩嘅。咁司徒橋好會心咁樣講咗一句沙鞋咁樣講咗一句，其實就話俾佢太太聽，其實佢當時佢就將佢曾經喺北平生活嘅時候見到嘅呢啲戰爭難民嘅形象進行一個綜合嘅處理，因為佢哋就係咁樣有咩特點？因為佢哋本身唔係藝人嚟㗎，佢哋只係普通嘅農民啦。咁佢哋
本身係唔具備呢種藝人嘅特質嘅，佢哋冇可能學似藝人嗰種表現咁樣嘅婀娜嘅姿態，佢哋只係一個普通嘅民眾，所以佢身上，譬如佢生得好粗壯啦，佢面容好黝黑啦，即係曬到黑黑啦咁樣，咁所有個形象咧都係一個農民嘅一個形象。咁而另外一個參與者咧，就當時新中國劇團裏邊呢個美術指導我唔知粵語點講嘅陳岩一個佢寫咗一篇亦都係記錄呢個創作嘅一個記錄。咁佢對咗2幅畫咧，佢都係參與者咧，佢就覺得徐悲鴻呢張畫係令佢失望嘅。佢覺得呢個咁偉大嘅一個抗戰嘅主題咧，你去畫到一個妖嬈嘅一個女士咁樣嘅形象喺裏邊，咁佢係好唔滿意。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係讚美咗司徒橋畫嘅呢一個，佢認為畫家係認識咗呢一個現實，掌握咗呢個現實，所以佢筆下嘅呢一個鄉者咧，就係一個流浪嘅一個呢個戰爭難民呢個形象。咁而且咧，佢就話當其時黃瑩女士由於睇見司徒橋冇將佢畫得好靚咧，就好失望。咁事實上係嘅，佢只係佢做咗徐悲鴻先生嘅 model 係做咗10幾日，但係佢只願意做司徒橋先生呢個 model 只係半日時間，就好唔高興咁離場，因為佢可能覺得佢將佢畫醜咗咁樣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對比。咁我哋由此亦都可以睇到，其實畫家係唔係掌握寫實嘅技巧並唔係最關鍵嘅，而最關鍵嘅仍然係呢個藝術家佢嘅一個藝術觀點。咁喺呢2件作品裏邊就表現得非常之明顯。我哋睇到佢掌握咗技巧嘅藝術家並唔一定可以反映到真實嘅社會真相。咁事實上的而且確寫實嘅技巧既可以愛嚟揭示社會現實，但同時亦都可以愛嚟粉飾太平，而且可能用寫實技巧粉飾太平會更加具有欺騙性。咁我哋亦都舉另外一件作品，咁呢一套系列作品係佢去戰爭結束之後，佢去5個省去考察佢哋受到戰爭災害嘅老百姓嘅呢一個考察嘅一次寫生，為期5個幾月嘅一次寫生。咁佢就去大量去記錄呢啲災民嘅狀況。咁其中呢一個係喺桂林嘅時候，佢見到2個一個婦女，咁佢當時咧呢個小女孩咧，其實佢生得個面容咧，佢太太話係會更加靚一啲嘅，咁但係咧係司徒橋創作嘅時候係特登係將女仔嘅嗰個美麗係壓咗佢嘅，佢係改咗佢。咁佢其實個目的佢就係話，佢只係想表現出喺度經歷咗好多年個戰爭嘅災害之後，整個中國即使係戰爭已經結束啦，但係整個經濟喺後方係處於一個崩潰嘅邊緣，老百姓就喺度掙扎求生。整個喺戰爭磨難之下，所有人個面容都係麻木嘅，而且係貧弱嘅一種狀態。咁佢亦都係想展現呢種生存狀態俾所有人睇，而激發起國際友人對於中國現狀嘅一個正視。咁呢個係佢一個目的，所以喺佢個畫面裏邊，我哋可以睇到一個當其時千千萬萬中國老百姓一種只係得活着一個信念，只係得活着存在一個僅僅嘅信念嘅呢一啲麻木嘅貧弱嘅狀態畫出嚟。咁我哋亦都可以借用佢自己寫嘅一個文章，因為我哋可以通過佢嘅文章睇到佢對於呢一個理解，佢點解畫呢一類型嘅畫。其實佢就話佢當時好欣賞一位畫家叫做羅登，佢嘅作品咧就係同佢嘅觀念好相似嘅。佢就話我哋嘅同胞亦都係生活喺好似羅登嘅畫面裏邊。咁我哋點解要咁樣畫？我哋就話係希望藉住大筆嘅力量強迫我哋去睇下自己。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魯迅先生嗰種信念，叫做直面慘淡的人生嘅呢一個信念。咁而且佢亦都指出話，佢早就知曉咗一對無言嘅睜得過分大嘅眼嘅輪廓與意義。其實就係話，所有你嘅生活、你嘅苦難都會長喺你嘅身體上面。所以呢一啲細節嘅把握，就對於能唔能夠展現真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佢就係用呢個理解嚟詮釋我哋呢個現實主義一個創作原則，就係一個所謂典型環境中嘅典型人物啊。咁當然啦，其實司徒橋先生嘅作品裏邊亦唔
單止係有呢一個揭露社會現實、揭露社會矛盾呢一方面。咁其實魯迅先生好早期睇佢嘅畫咧，佢就已經係明白，佢話佢有勒下嘅矛傷，亦都有京官上嘅天使。咁係佢話佢係一個有固有嘅名利可以照破黃埃嘅一個咁樣嘅藝術家，因為佢心裏邊有一啲光明同埋美好嘅信念。咁佢嘅太太亦都指出咗佢咧係唔限於佢悲天憫人，淨係對住貧困哀愁嘆息，佢係着力盡量表現人間嘅美與愛。咁宇宙蘊含嘅熱與光，喚起人間實現嘅學宏偉嘅力。咁其實佢哋亦都睇到司徒橋藝術中嘅另外一個面，亦係佢對現實主義嘅另一層理解。亦就係人道主義精神喺佢嘅作品中嘅表現。咁人道主義精神咧，其實係誕生於歐洲文藝復興。我哋了解呢一個背景之後，我哋就明白其實佢係頌揚人嘅價值、尊嚴同埋力量。咁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人間幸福嘅權利。咁而人嘅高貴與低賤咧，唔係天生嘅，亦唔係遺傳嘅，佢係人係平等與自由嘅。咁只有品德先能夠區分起人類呢種貴與賤嘅差別。咁而且咧，人道主義精神咧，亦都係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呢一個文藝思想嘅一個基石。咁用最淺白嘅語言，其實係佢哋經常所宣揚嘅自由、平等與博愛啦。咁如果喺藝術上面，亦都經常係展現真善美嚇，作為一個主要嘅。咁喺佢嘅好多藝術裏邊咧，我亦都睇到佢哋大量嘅作品，除咗揭示社會現實嘅咧，亦有展現出真善美嘅嗰一面。呢個佢畫佢嘅女嚇，佢嘅好似一個小天使咁。咁呢一個係佢去新疆創作嘅一批寫實嘅畫。其實佢呢一批畫亦都非常之有意思。佢唔係唔清楚當時新疆亦都存在住劇烈嘅社會矛盾，佢知道。咁但係喺佢筆下咧，佢會係好似好平淡咁去記錄，好如實咁去記錄住新疆人嘅各種各樣嘅生活，佢哋個處境係點樣樣嘅。咁特別係佢呢一幅佢叫做木嘅畫咧，咁佢呢位婦女其實係一個被丈夫拋棄嘅婦女，但係佢喺佢個作品裏邊，佢會體現佢有一種靜穆嘅美。咁呢個係好重要嘅。佢冇描繪佢係好似祥林嫂咁哀嘆啊、自怨自艾，佢而係展現出一種平凡人裏邊所擁有嘅嗰一種好溫良嘅性格，佢對於苦難佢消化嘅一種能力。咁佢係展現佢嘅高貴與靜穆嘅美啊。咁包括係佢呢啲表現鄉親啦，亦都表現呢個大自然，比喻佢一種充滿生命力、對生活嘅熱愛嘅呢一類型嘅作品。咁我亦都用翻佢自己嘅文章啦。咁佢呢篇文章係佢讚倫勃朗嘅。咁但係咧，其實佢亦都係認同佢嘅觀點。佢因為佢覺得佢能夠成功咁去表現出人類嘅尊嚴，呢個係佢創作嘅另外一個目的。咁略為講一講佢其他嘅一啲思考，就係現實主義係咪一定要局限喺寫實嘅技法上面嘅表現？咁呢方面咧，其實司徒橋先生亦都有思考，因為咧佢哋喺創作嘅過程之中，亦都知道寫實性其實亦都有佢個局限性喺裏邊。咁如果藝術家單純去用寫實嘅話，可能會局限咗佢自己一種思維同埋一個對於藝術語言嘅一種探索。咁喺唔少嘅作品裏邊，其實佢係嘗試用各種各樣其他方法，但係同樣係能夠表現到一種藝術嘅真實同埋揭露社會真相。咁包括例如呢一張作品，佢係借用咗一種使用咗中國傳統嘅呢種筆墨。咁但係佢呢種具有表現力極強嘅一種破碎嘅線條，亦都係能夠將呢位基民嘅狀況好如實咁去表現到出嚟。咁仲有一件好完整、好震撼嘅作品咧，就係呢個空室鬼影圖。咁佢亦都係運用咗個想像，因為其實佢並唔係真正見到佢哋死亡嘅時候嘅狀態。呢個畫面係佢嘅想像出嚟嘅一個效果嚟嘅。咁但係我哋都可以睇到呢種效果係比真正去刻意去只用寫實嘅技法係更有嗰個藝術感染力。咁同樣呢一件作品亦都係佢大量用咗好濃重嘅黑色去壓抑嘅情緒，去表現呢個災民嘅狀況。咁我就係想話係佢亦都唔係一個為
藝術咧就一定係對於寫實技巧對自己一個設限嘅一個藝術家，其實佢亦都會係有各種各樣嘅技法。OK， 我今日個介紹到呢度，少少超時。好，謝謝陳志雲老師給我們帶來的精彩的一個演講。他的演講讓我們對斯圖奇的現實主義有了一個更全新的一個認識。現在我們有請3位演講者，那個丁南祥先生、李偉民先生和陳志雲女士，然後我們再上台就坐。好，我们现在按照这个程序，现在接受就是观众的一个提问，大家就是有问题的，大家可以那个填写二维码，扫二维码，然后就是写相关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天我们下午的这个3位演讲者都是一个个案研究，跟我们上午的一个演讲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各有侧重。而就是李伟民老师，长期以来是关于是对岭南画派的一个精到的一个研究，现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相画报的相关的一些材料，包括图片，还有它的一个对于真相画报的所涉及到的一个岭南画派的一个这么一个学术视野，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启发当然也提供了很多就是新的材料。而陈志雲女士呢，她是一直以來以廣州藝術博物院他們所藏的那個司徒橋的作品非常之多，而且也很精湛，所以她是以院藏的一個司徒橋作品的個就是例子為出發，對司徒橋的一個現實主義的一個不同的那個理解，然後給大家做了一個闡述，也是應該說是對司徒橋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很多新的一個獨到的一個見解。而丁南祥老師呢，他是供職於深圳的關山月美術館，深圳關山月美術館所藏的關山月的作品，可以說是國內外所藏關山月作品中最為精湛，而數量也最為多的這麼一個館，所以說它是有得天獨厚的這麼一個條件。他對關山月40-50年代的一個山水畫也做了一個全面的一個梳理。好，我們現在看看哪位觀眾有對，現在就是問題來了。第一個問題就是陳樹人跟黃賓虹本來有相交嗎？有交集嗎？我想這個問題，那個陳樹人那個，來，陳樹人就是肯定是跟那個。黃賓虹是有相交，但是在1912年那個發表那個刑法法那個時候呢，我應該還不認識，因為什麼？那黃賓虹當年他從安徽到上海的時候還是比較遲的，還有一份材料，我那天老是找不到，印象中就是蔡守，就是我們廣東的一個話蔡守。寫給黃賓虹的一封信，因為當時在晚清末的時候，那個蔡守跟那個黃賓虹他們當時認識是在那個國粹協報時期，然後那個高氏兄弟他們辦的真相畫報是在1912年嘛，陳樹人1912年的時候是他發表那個刑法法的時候是在日本，他是07年去日本留學，然後中間辛亥後呢有回廣州，畢業以後回廣州待了很短大概幾個月又到日本去留學了。第二次留學是學那個英國文學，所以他那個時候他跟黃賓虹應該不認識，後來肯定就說吧都是名人了嘛，是這樣的。他那個發表那個新華信的時候。我估計也是不認識的，但是那個1920年22年那個陳樹人才從
那个去了那个加拿大，从加拿大的回来啊，应该不认识。那可是他给那个新华华写个序啊，当时出版的时候是写序，那个菜手是介绍那个黄宾虹给高氏兄弟，而且是通过那个黄秋梅的关系，黄秋梅在上海就说，他们高氏兄弟在办个《真相画报》，让黄宾虹帮他们的忙，然后又通过那个黄秋梅介绍，介绍啊，是这样的。好，谢谢李老师。现在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陈志云老师的一个演讲的，他题目是司徒桥的自编图是按照剧中其中一个情节或者场景所画成的吗？是的。请按一下。对。或者说你用这个。来，用这个。可以，是，就是按照剧中的其中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故事，它本身是个街头剧啊，就是其中的一幕就是他鞭打了他的女儿以后，又感到很愧疚的那一个情景。好的，谢谢陈老师。就紧接着一个问题是问那个丁老师的，就是刚提到关山月在遇到赵望云之后开始关注写生现场的一个视觉反馈，想知道关山月是否也受到当时摄影的这么一个影响，想了解一下当时技术和媒介的一个发展，如报刊、印刷、摄影等对关山月创作的影响等等。其实摄影应该是作为当时一个视觉文化一个视觉感知力。关山月，你说关山月完全不受到摄影影响是不可能的。他即使不会拍照，他看到照片，这种照片的视觉构成，这种视觉秩序给他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之前跟那个广州美术学院的李若晴老师就有一段对话。他就跟我说，他很苦恼。他说：“为什么我这个写生就一画呢，就很接近那种很有透视感啊？为什么很难画出古人那种写生的空间感觉？他就是因为这个呢，就是他被现代这种视觉经验所影响的太多了。所以我想这个呢，可能包括关山月后来，包括整个的一个20世纪的一个。近现代一个美术的一个发展，它都是会受到这个整体视觉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看每个艺术家对这个视觉感知力的敏锐度如何，他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接受这个影响，他有没有主动的去接受或者主动的去改造去建构这种视觉影响，我想。这个影响是肯定是存在的，只是看到艺术家的个体对他的具体的反馈是如何啊。因为当时其实40年代很多艺术家是带着相机去写生，或者比如说那个当时那个去西北的那个孙宗卫他就挂着一个徕卡3相机，这个可能跟艺术家的选择有关。好，谢谢丁先生。然后紧接着是下一个问题，也是针对陈泽云老师的，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该如何处理写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在何种成分和层面才不至于破坏现实性？我觉得就虚构本身是允许存在的，因为实际上你看到他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就发现其实他不是说所谓的写实是着眼于他此时此刻。那种现实性的一种写实，而是说它是综合了他一直以来对社会这种观察，所以它是所谓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就是浓缩在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像里面，就是等于说是像阿 Q， 他本身也是集中了很多普通中国人的一种毛病在身上，他可能一种集中的反应，这是一种艺术上允许的一种手法。那么它其实目的是眼见的实跟艺术真实和社会真实之间是不能等同起来。那么艺术家的目的，他要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好的，好。紧接着有一个问题是，请问李可染的写生作品是属于写实性，不能归类于现实风格吗？这个问题，李老师，要不你来回答一下，还是
对这个问题跟我们3位讲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也跟我们整个这一场的主题是有关系。关于倪可染的写生作品中是属于写实性，不能归纳为现实风格吗？没有了啊。对，那或者说我们紧接着有关于那个就是丁南祥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鲁飞这个评论者强调关山月要有新内容、新形式，抗拒旧内容、旧形式，跟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与取态有关吗？国民党的赞助人中，应该有支持新形式、新内容，如高氏兄弟的话，当然也有支持旧形式、旧内容的，如张群和张大千等等。你看，谢谢，因为我理解就是不同的阵营对他对新跟旧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说在问题上说国民党对于所谓的新形式、新内容就是高氏兄弟，但是他们理解这个新呢，到另外一个阵营中呢，这个就变成旧了所以他这个新和旧都是根据不同的文艺取向跟他的具体的语境来变动的。比如说，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就是关于民族形式这个讨论，他可能对他的一个他很多的讨论都是为了服务于建构这种理论的一个讨论所以对于左翼或者是对于从延安和重庆发出来的这种民族形式这种呼唤的一个回应吧。好，谢谢丁老师。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跟刚才那个谈倪可染的问题比较接近，就是想问问写实与写意能共存于国画中吗？我个人觉得可以。好，我个人觉得可以。因为就好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一张画，就纯用中国线条去画的那个灾民的一个濒临饿死的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形象里面，其实就是她的那种线条就是带有写意性的一种线条，但实际上她画的形象又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写实，基本上是满足写实这种基础功能的一个形象。但是最特别的是，就是这也是中国画很有成就的一方面，就是它本身那种线条是有表意的，这种意就是它已经涵盖了艺术家的那种情绪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线条是带有一种破碎感的线条，那种破碎感的线条本身就自含着一股哀伤，自有一种表现力在里面。等我们过去了这个，就是这时效性一过去以后，就是这种线条会呈现出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好的。紧接着还有一位观众提出来，但实际上他不是问题，可能是想提供一个历史的一个资料。他讲的是关山月与阮退之同为洛阳阳江人，就是阳江人，阳江战士，同为一起逃难到桂林期间向革命诗人学诗作。在桂林期间，关山月办展览，阮退之贴关山月四处张罗。我不知道对于这个史实，那个丁南祥老师有没有回应？这个事实就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吧。其实我没太关注到这个细节可能谢谢这个观众。好，谢谢这位观众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资料。我知道了。那个阮退之是他的同乡人嘛，在省政府工作。阮退之，对，阮退之的书法写得非常好，对。这个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但是他也是阳江人。当时在少广那个国民政府工作。公务那他当时是一个名人，又是在国民政府里面担任要职，所以那支持那个他的老乡那个关山月，那是名正言顺了他的确在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支持。但是还没有进入桂林的时候，到少广那去的时候这个我清楚他就当时因为在桂林得到很多就国民党派系的支持，然后就被黄新波他们有一些其实那个时代，我觉得，特别是抗战时期嘛，那国共两党之间的他的在那之间的这种，后来给我们看到那个水火不相容那种关系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淡化了。对大家都要抗战嘛，强调都要为家国那个共享力量。但是呢，
有一些人是比较在意，但总体一般人之间的交往应该都是还是比较融洽，没有我们后来想象的那么水火不相容啊，是这样。特别是在重庆时期啊，这都好，谢谢李老师。然后紧接着是我们这一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请问写实与现实主义是否有区别？那个如果有区别，在哪里？如果没有，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问题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对，相似之处就是写实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啊，它写实更说起来的时候会更侧重是一种技法。但是这个技法就是有不同艺术观念的艺术家都会运用。但是现实主义可能相对会狭隘一点的一个概念，就是比较针对是批判现实主义，就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所盛行的这一个观念。就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更大跟一个稍微狭隘的一个这个表述。那么写实可能会更多日常的会使用。那么但是现实主义更多会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个艺术评论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写实会更多的用在日常的一种生活的这种表述里面，可能不是做比较严谨研究的普通人也不是太能够区分这两个区别。可能就写实更中性一点，现实它有倾向性强一点。对，这个这么是的。好，谢谢3位演讲者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演讲同时呢也给也回答了一些观众的一些提问。今天下午我们这个第一场呢，主要是涉及到关于那个写实和现实主义的一个话题。然后3个演讲者都是对自己不同的研究领域的一个个案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解读，所以说给我们观众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一个启示。好，那我们今天的就是下午的第一场的演讲就到此结束。好，谢谢3位演讲者。